2018年爱奇艺的一档节目上，张艺兴站在偶像练习生的舞台上，宣布以全民制作人的身份与观众一起挖掘中国新一代偶像。腾讯紧跟其上推出创造101，随着锦鲤少女的出圈，篮球与知音男孩的旷世神作的诞生，青春有你下一站传奇纷纷下场，开启中国偶像新纪年。虽然各个节目具体的细节不同，但其结果都是相同的，就是大浪淘沙般的选出10几人成团出道。作为纯粹的舶来品，以上的节目充分体现互联网公司短平快打法，极其全面地借鉴了韩国的 Produce 101节目。韩国的偶像文化自金融危机后提出文化强国的战略开始，市值每年都在稳步提升。截止到2021年，韩国文化内容产业出口124.5亿美元。而作为偶像文化诞生地的日本，虽然现在与棒子比略次一筹，但大家或多或少的都听过 AKB48、板木乃、早安少女组等等的少女偶像组合，而那些诸如握手会、应援、出道、C 位等等的词汇，也是出于此地。但与韩国高度统一标准的生产概念不同，日本的偶像更追求一种独特性，所以韩国的偶像好像一出来就身材完美，唱跳皆佳，但日本的偶像好像只会穿着小裙子在节目里死勾一。偶像练习生与创造101播出时，许多人嘲讽这些狗鸡毛不会的偶像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。可上世纪80年代，日本有一档节目，它诞生了亚洲第一支偶像女团。这个团体里的女孩们主打就是一个普通，唱歌跑调，跳舞保健体操，但她们就是在偶像井喷的环境里脱颖而出，更是超出一众实力艺人。在1986年，这个女团的唱片销量在全年52周里夺冠36周，但她们也如流星般，在1坤年的时间里就迅速衰落。而这个名叫小猫俱乐部的偶像团体，又是如何见证缺乏实力偶像的繁荣与毁灭的呢？欢迎收看本期昭和异闻录。大家好，我是子美。上世纪70、80年代的日本是一个繁荣的时代，经济的发达和思想的开放，让诸如披头士的外国音乐进入日本。在大众热烈的娱乐需求下，1971年由日本最强音乐制作人阿久优的筹措下，史上第一部电视选秀节目《明星诞生》开启了属于日本的偶像元年。通过号称99%淘汰率海选的女孩们，在节目现场有500名大众评审和5名专业评审的共同打分下，选出优胜者。3个月后，所有胜者同台竞技。节目最后由演艺公司代表举牌表达签约意向，举牌最多的即为胜者。这个节目里，当时破天荒的将成为明星的机会飞入平常百姓家。第5届的亚军山口百惠与举牌最高纪录樱田纯子，以及第1届的冠军森昌子组成组合。因为他们正式出道时都是中学3年级，也被人称作花样的中三生组合。1977年，他们高中毕业后的联合演唱会《毕业典礼的眼泪》出发的宣传中，第一次大量使用 idol 一词，由此一种新型的演艺工种偶像由此诞生。而其中1代目偶像女王山口百惠，在7年的演艺生涯里，更是完成了唱歌、电视剧、电影各种数据在艺能界的全方位碾压。21岁的她身着一袭婚纱，在演唱会上唱完最后一首歌，将麦克风俯身放在舞台上，宣布结婚隐退。这位出生在底层的单亲女孩，在经历了对抗畜生父亲和无良媒体的多重困难下，最终与爱人相伴至今的完美故事，使山口百惠毫无争议地成为日本最完美的偶像。虽然女王走了，可王的位置依然让很多女孩虎视眈眈。紧跟其后的是名叫松田圣子的传统王道偶像，永远的白色连衣裙，略带刻意的甜妹儿松田圣子登上王者峡谷。在我是大哥大里的女孩们的发型就是出自这个阿姨。但新版本中一个人的故事显然没有什么意思。这时也在明星诞生出道的胖胖叛逆女孩少女 A 中森明菜上号了，二者的怼脸双排被称为昭和的美苏争霸。荣耀王者的战斗尚且激烈，而次一段位的英雄与明菜同时于1982年出道的偶像们被称为花之82组的竞争可谓激烈。残酷竞争的同时，几乎每周还有新人出道。当时的笑话是银座的广告牌上掉下来砸死10个人，就有1个是少女偶像。版本的漏洞急需有人改变，可带领大家进入全新版本的不是任何一个女性偶像，而是屏幕里这个戴着黑框眼镜、平淡无奇的小白胖子。这个憨厚中透露着狡诈的胖子，被日本称为最具争议且久负盛名的日本娱乐教父。他是4000多首歌词的作词人，26部电影的策划编辑，更是84个节目的制作人。31岁写出20世纪感动日本歌曲第一的川流不息，55岁成为日本史上销量最高的作词人，53岁为了弥补曾经的失败，几乎单枪匹马地创造出亚洲偶像史的奇迹 AKB48。而当年这个遗憾，正是偶像3.0版本的搅局者小猫俱乐部。1985年3月，在东京富士电视台的大楼里，和原子拿着招收高中生当助理主持的邀请单进入演播厅，
年龄尚小的她对这里的一切都很好奇。虽然她之前在一次比赛中获得了与索尼的签约机会，但直到电影专修学校毕业都没有等到什么出道机会。这天恰巧收到了一档新节目的邀请，想着反正2天就可以结束。与那虚无缥缈的成名相比，他更期待结束后顺道去新宿逛街。当天来到拍摄现场都是10几岁的女孩子。你也是来打工的吗？这个叫新田惠梨的女孩来向原子搭话。交谈中，他们被角落里一直默默练歌的名叫国生小百合的女孩吸引了视线。就这样，未来小猫俱乐部的3大巨头完成了碰面。过了一会儿，编导向姑娘们介绍本次节目。大家要在侦查偶像发现的节目里，通过唱歌竞争获得小猫俱乐部的会员资格，来参加每晚的有牙 K 酿酿节目。虽然听起来像模像样的，但大家好像都没当回事儿。一身土气，穿着粉色衣服，连妆都没化的和原子，简单的唱了几句跑调的歌，就被以142的超高分数作为12号成员直接晋级。而选出的其他成员基本上除了长得顺眼以外什么都不会。照理说这些平凡的女生录的节目能有什么看头？但她们就是掀起了一个时代的风浪。1985年，时任富士电视台编导的立井一二找到了已经从业10年的邱元康合作制作节目。这时年仅27岁的邱元康策划鬼才的才华就展现出来了。当时他敏锐地发现，尽管明星诞生让普通人有了当明星的机会，但选出的人依然与普通人有距离。在偶像2.0的时代，明菜是女王，圣子是女神，花枝82组的今日子太时尚，而夜半小夜曲的奶包子太玉女。电视上的他们又美又会唱歌，根本就不是普通人嘛。同期的各种相似的偶像的出现，也让人视觉疲劳。虽然小猫俱乐部的女孩们什么都不会，但这反而充满与生俱来的亲和力。一个人或许很无聊，但人数上去了，展现每个人优缺点时，节目效果就来了。同时内容的差异化，也不忘来把标题党。有牙 K 酿酿中的酿酿来自1983年酿酿事件，当时有名的童谣组合瓦拉贝组合成员16岁的高部之子被爆出在床上抽烟的照片，男友为其自杀的丑闻轰动一时，又因为是傍晚播出，遂起名黄昏喵喵。在70年代工作学习都非常内卷的情况下，这些真正意义上的平民偶像给当时的日本带来了极大的吸引力。为了保持这种新鲜感，较低的门槛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为了保持普通人的身份，原则上小猫俱乐部的成员不允许与任何经纪公司签约，由电视台统一管理。同时邱元康规定不允许成员因为工作放弃学业，如果被学校开除也会被俱乐部开除。而巧的是，在1985年4月1日，节目刚刚播出不久，邱元康一生的好朋友周刊文春爆料，小猫俱乐部未成年聚众吸烟事件。6名成员录制节目间隙，在富士电视台附近咖啡馆聊天，当时他们没什么名气，也就没有在意，聊着聊着就吸上了。这时，突然一名男性拿出照相机对他们拍摄后迅速溜走。转天文春爆料，舆论哗然，随即富士台停止6人上节目。不久，其中5人被开除，不知是运气好还是有大佬做局。虽然起初受了点影响，但开除的几个人其实也没什么名气。但这件事为小猫俱乐部又带来了很大的热度，至节目停播最低都有20%的收视率。在1985年7月5日，那首著名的传世小黄歌《不要脱掉我的水手服》发行后，节目彻底走上正轨。随着节目的播出，成员们的人气发生了很大的分层。为首的新田惠梨收到的粉丝来信，甚至是其他成员的10倍。邱元康认为是时候让一些号召力强的偶像单独成册了，他决定先试试水，可人气太高又代表不了平均水平，所以最后选择了唱功相对好些的和原子率先 solo 发曲。初周唱片销量迅速干到前5，第2周直接夺冠。看到效果这么好，邱元康索性大胆放手，让成员足部 solo。几大主力新田惠梨、国生小百合、吉泽秋惠先后 solo。提到1986年，日本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猫俱乐部。此时的艺能界可谓小猫的天下，全年屠杀70%的周榜冠军，随便拉出来一个，销量都至少20万加。哪怕是唱老气的演歌，小猫的城之内早苗一出曲便空降 Oracle 单曲榜冠军。照理说，成熟的成员 solo 毕业，大批的女高中生相继补充，庞大的粉丝基数，完善的前店后厂模式势必会对市场带来持久性的新鲜刺激。但还是在1986年，新田惠梨这一年的4张销冠分别卖了32万、28.4万、19.4万、11.5万。与之相同的是，其他大部分成员的销量也一路连跌。而这之间又发生了什么呢？首先问各位一个问题，你们参加过社团吗？如果你们社团都是女孩子，那她们的关系怎么样呢？或许我再问一个问题，你们宿舍关系好吗？会不会出现一个宿舍5个人7个群的事情呢？小猫中的新田惠梨家境殷实，为人随和，做起事来我行我素，没有什么偶像架子，从最开始就很火。
再加上当时的吸烟事件，让他成为俱乐部实质上的老大。但作为前排主唱之一，他的唱功放在所有小猫里都是垫底的，完全是因为人气才站在这个位置。而当年那个角落里一遍遍练习的国生小百合相反，他的家境不好，从小立志要当明星，频繁参加各种选秀，但总是差一步。在参加夕阳喵喵时，他已经被化妆品公司录用为专柜员。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，就要彻底与梦想分别，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倔强傲娇的他，自从加入小猫俱乐部就非常努力，可前排的位置一直与自己无关。看着眼前的新田，后排的自己甚至连话筒都要经常被安排关闭，二者的矛盾就此结下。后来演变成公开在节目上抢话筒，连新田换衣服久一点，小百合都直接把门撞开抱怨。矛盾愈演愈烈，新田派、国生派的战争从内部蔓延到各自的粉丝中，双方就更谁应该站在 C 位，开启了无休无止的斗争。而这个俱乐部与其说是个节目，更像一个社团，50几个每天都见面的中学小女生，围绕着如何获得更多的出镜时间，怎样与头部成员搞好关系，彼此之间明枪暗战。而处于弱势的成员又怎么可能将机会拱手送人？这时他们将目光看向了更高阶的力量，而大众知道这件事，就是上文提到的周刊文春。作为好朋友，首先是邱元康与小猫俱乐部高井麻四子被爆出二人频繁约会，而在随后的日子里，小猫俱乐部的核心成员纷纷被爆出与电视台导演、工作人员、主持人有染。小猫俱乐部里的3号人物作曲人后藤次利被爆出与小猫成员绝千惠美婚内出轨。顺带一提，后藤离婚后跟和原子在一起了。富士电视台的内部消化之外，又纷纷被爆出与某二代、某高官的桃色事件。本来就是靠普通、亲切、真实火起来的小猫们，却渐渐变得比现实更加真实。粉丝们喜欢偶像，更多的是将心中向往的美好寄托在青春活泼的他们身上，期待他们不畏困难，勇敢如山口百惠那般追求自己的梦想与幸福的美好，而不是一步步的陷入人性中的陷阱，变得残酷真实。粉丝亲卫队那些整天无所事事的高中生们的无畏斗争，小猫俱乐部里令人反感的绯闻，让整个故事变得完全失控，迅速败坏他们的路人缘。而且更重要的是节目内部制作人的矛盾，小猫制作人的3巨头丽景一二、邱元康、后藤次利之间因节目机制的问题闹得分道扬镳，收视率急速下降之下，无人接手的小猫俱乐部最终也迎来了它的结局。1987年9月20日，代代木的第一体育馆，小猫俱乐部全体成员含泪完成了他们的最后演出。小猫俱乐部的新成员们基本没有完成前辈的迭代，包括第1代的小猫们基本都在5年之内隐退，而这其中只有1位真正的走了出来，让如今的我们依然熟知，那就是名侦探柯南小兰的原型木村拓哉的妻子工藤静香。而他的故事，我将在第6期的《昭和美人传》里为各位讲述。虽然一个时代的记忆落幕了，但偶像3.0的时代的影响却远远没有结束。小猫俱乐部固然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商业奇迹，但另一方面，由于很多劣质偶像进入市场，劣币驱逐良币的格局，加上泡沫经济的破裂，沉重的现实让大家破灭了对偶像的幻想。而在破灭的前夕，日本偶像界发生了一个故事，一个日本社会至今都不愿意提及的悲痛惨剧。在当时，一个偶像少女的自杀引发了恐怖的连锁效应。事件发生的短短几天内，有超过30名粉丝跳楼身亡，让当年的青少年自杀率猛涨到30%。日渐萎缩的本土市场无奈向海外进军，而当时又发生什么了呢？欢迎收看下期《天才少女的自杀》，开启日本10年偶像冰河期。如果大家觉得本期做的不错的话，请各位慷慨点赞。如果有什么建议，也请在评论区留言，哪怕骂骂我也好嘛。毕竟长视频做起来挺难的，而且还经常面对平台给我限流。我也希望可以让视频做得更好，多赚点生活费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子美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